众人就看着他不说话。蓝若若吓坏了，爷爷，你们怎么不说话？该不会他针对战维做了什么吧？可是他记得昨晚他只是泼了战维一杯酒，踹了他一脚，并没有亲过他呀，怎么可能亲得他满脸满脖子都是口红？战维说话了，蓝若若，昨晚你喝醉了，张成要送你回家，你们出了雷家的主屋后，你忽然就拦住我的路，我本想进屋里向雷老说声再见的，结果被你拦住了，你叫我帅哥，还对我动手动脚，摸我的脸，投怀送抱，还亲我，我都阻止不了你的狼爪。蓝若若脸色巨变，她不敢置信地道，是我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喝醉啊？我的酒量那么好，多少男人都喝不过我。我昨晚是喝了不少的酒，但我没有醉的，绝对没有醉。战维，你河水鬼混，混成这样，跑来我家里诬赖我，赖到我的头上来。我告诉你，你别做梦了。蓝若若反驳着战维后，又对家里人说道：爷爷、爸妈，你们要相信我，我真没有对战维做过这些事，他肯定是撒谎，故意的。昨晚我泼了他一杯酒，他是记恨我，故意趁你们大家都在，跑到咱们家里来告状，抹黑我和他的关系。我跟他是死对头，我调戏谁都不可能调戏他呀。雷爷爷家里装有监控，爷爷，咱们可以去雷爷爷家里查看监控，就知道战维是否说谎了。战维呵呵的笑，告诉他，蓝若若，爷爷今天才从雷家回来的，我过来的时候，你哥打电话给蓝爷爷，蓝爷爷在雷家看过了监控，确定我说的都是真话，他老人家才赶回来替我主持公道。还有昨晚你的男伴张少，他也能证明我说的是真话，毕竟你是撇开了他，拦住我的去路，当着他的面调戏我。你也不是张成送回来的，而是我送你回来，我还打电话给你大哥，让他起来给我们开的门。我送你回家时，你大哥是个见证人，我这一身吻痕，你哥昨晚就看到了。你那天就当众叫我老公，引导大众误会我们俩的关系，昨晚又调戏我，占我的便宜，还想扒光我的衣服，说要看我的。我死死抓住裤子，才没有被你扒了裤子。你最后力气还特别大，我一个大男人都挡不住你的攻势，还好你后来睡着了，否则我真会被欠吃光抹净。不是真的，他没有喝醉，他千杯不酒，那么好的酒量，怎么可能喝醉了，还调戏了战维。看着战维满脸满脖子的口红，蓝若若都不敢想象昨晚自己有多热情。战维还说他想扒光他，天哪，他做了什么呀？要命了！出门前母亲还交代过张成，叫张成看着他一点，别被他喝醉了。他还说母亲说他酒量极佳，不会喝醉的。战维，你当时不会劈晕我吗？我不相信你一个大男人还制服不了我一个弱女人。蓝若若觉得战维就是故意的。战维说道，你是弱女人吗？你喝醉后力大无穷，不信你打电话问一下张少，张少是全程看着你非礼我，占我的便宜。蓝若若再次哑口无言，她求助似的看向自己的家人。若若，蓝东晓叹口气，开口说道，战维说的都真话，昨晚是他送你回来的，他昨晚就是现在这副样子。张成也打过电话给大哥，大哥问过了他，他说是你主动拦截战维，调戏战维的。蓝若若闭眼，他想寻个地洞钻进去，怎么就在昨晚喝醉了呢？喝醉就喝醉吧，老老实实的让张成送他回家不行，非要去调戏战维，这下子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好几分钟后，蓝若若睁开眼，直视着战维，问他，战维，你想怎么样？海童这个时候清了清嗓子，对蓝若若说道，若若，我们家老七一向洁身自爱，从不与人传绯闻，名声好得很，昨晚你那样非礼他，占尽他的便宜，那么多人都看着，于他名声是受损的了。今天我们过来临时临急的也凑了一点薄礼，老七说这是给你的彩礼，你毁了他的名声，得对他负责任。虽然临时临急准备的彩礼薄了点儿，等婚事确定下来，我马上打电话回去，让我二叔二婶重新准备一份丰厚的彩礼送过来。总之
我们战家不会亏待你的，该给你的都会给你，别人有的你都会有，你有的别人未必会有。童姐，蓝若若叫道，我那是喝醉了，神志都不清，这我可以向大家澄清昨晚的事，也可以当众向战维道歉，再赔偿他的精神损失费，让我赔多少钱，只要不是很过分，我都愿意赔偿。但是让我对战维负责，跟他一亲，这不行呀。我和他又不是男女朋友关系，没有男女之情，怎么能结亲？大家是否忘了他和战维是死对头？蓝太太也说到，海小姐、战总这件事，是我们家若若不对，我们愿意赔礼道歉，澄清一切，再赔偿战总的精神损失费。但是结亲不好吧？若若和战总没有感情，这婚姻岂能儿戏？他们是要过一辈子的呀。没有感情，强行在一起，只会是怨偶，对谁都不好。蓝父也点头附和着妻子的话。蓝老没有说话，视线在自家孙女和战维身上来回转。战维这小子是故意的，但也藏着几分意思。难道这小子跟若若斗了这么多年，爱上了若若？再看自家孙女处于劣势，这一次孙女很被动。出门前儿媳妇的千叮万嘱，孙女是没有听进耳里去啊。明知道战维昨晚也在雷家，若若还放肆的喝酒，他太过于相信他的酒量了，以为他真的千杯不醉。再好酒量的人，喝的酒多了还是会醉的呀。蓝老暂时不说话，他就在旁观看两个年轻人的反应。海童知道今天过来提亲不会有结果的，战维自己也知道他是故意的，当然他也从中看出了战维对蓝若若是有那么几分的意思。两个人再摩擦一段时间，战维估计真动了娶蓝若若的心思。海童看了一下自家小叔子，挤出一丝笑容来，说道，蓝先生、蓝太太，我也知道今天过来提亲很是唐突，只是我们家老七的名声真被若若毁了，这不是赔点精神损失费就可以的。我们老七洁身自爱那么多年，名声被若若毁了，以后谈女朋友容易被人诟病。他都31岁了，还没有女朋友，家里长辈也着急他的婚事。我这次来阳城虽说是旅游，也带着家里长辈派给我的任务，就是帮老七相看一下有没有适合他的女孩子。他在阳城上班，回我们管城相亲也不现实，因为相亲成功也是异地恋，很容易分手。所以家里长辈的意思是让老七在阳城这边相亲，找个好女孩结婚。昨晚的事情一旦传出去，谁还愿意和我家老七相亲？我这都帮老七写好了征婚启事，准备投到阳城各大婚姻介绍所。海童说到这里便不再说下去。战维在心里给自家大嫂点赞，蓝家人面面相视，他们都觉得海童说的是场面话，又无法反驳海童。毕竟战维31岁了是事实，他没有女朋友，也从不与人传绯闻，也是事实。他就是个工作狂，只顾着工作。与他有交集最多的女性，反而是蓝若若这个死对头。大家又看着蓝若若，蓝家人对战维并不讨厌，哪怕战维的杨太与蓝氏集团是对手，蓝若若和战维也斗了几年，可能是战维长得太好看了吧，又有本事，所以蓝家人对战维非但不讨厌，反而挺欣赏战维的。他们对于战维成为他们的女婿一点也不排斥，当然他们还是很开明的长辈的，会尊重蓝若若的选择，也希望蓝若若真正幸福。这是蓝若若闯下来的，或是该怎么处理，怎么收拾这个局面，都以蓝若若的意愿为主。被大家看着，蓝若若渐渐冷静下来，她对海童叔嫂俩说道，童姐，战维昨晚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占了战维的便宜，但我那是喝醉了酒，神志不清，我酒品不好，喝醉酒喜欢调戏帅哥，这是我的弱点，坏毛病我做过了，我也承认，也愿意去补救，甚至负责任。但是我和战维没有男女之情，这临时临急的，就此对他负责，婚后不会幸福。
那才是真的不负责任，还会毁了我们两个。我会封锁消息，昨晚但凡看到我和占维的事的人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都会封住他们的嘴，不让他们往外说，毁了占维名声。我再赔偿占维的精神损失费，其次欠占维一顿饭，我也会加倍请回来。至于占维要相亲一事，我可以给占维介绍女朋友，只要他肯去相亲，我就给他当个红娘，保证给他介绍的女孩子都是很优秀的。海童说道，我们占家男人娶妻看的是女方的人品以及原生家庭。蓝若若保证地道，童姐，这一点你放心，原生家庭不好或者女方人品不好的，我绝对不会介绍给占维。我这个当红娘的还是有点责任心的，不会哄骗你们。以后大家还在阳城生活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我岂敢介绍人品不好的女孩子给占维。蓝氏集团多的是人品不错，能力也不差，原生家庭也过得去的女孩子。只要占维愿意，他一天能给占维安排10场相亲。那么多的年轻女孩子，就不信找不到合适的。海童看向占维，不说话了，用眼神示意占维说话。占维深思片刻后，对蓝若若说道，昨天晚上你喝醉了，神志不清，才对我做出这种事。只要你能封锁消息，不让昨天晚上的事传出去，然后之前说了请我吃饭的事实现承诺，然后天天给我安排2场相亲。由于我们工作都很忙，咱们就不占用工作时间了，每天2场相亲，就中午吃饭的时候安排1场相亲，这样既能相亲又能吃饭。傍晚用晚饭时再安排1场相亲。你是红娘，介绍人必须陪同，相亲吃饭得你付钱。放心，我也不会刻意点一桌子的贵菜，让你钱包大出血，就是平时的吃饭标准，2、3道菜1粒汤就行。1个月就给你1个月的时帮我牵红线，介绍女朋友，兼请我吃饭。1个月后我还是没有相亲成功，就算了。昨晚的事可以一笔勾销，我不会再找你的麻烦。蓝若若想都不想就答应了，请他吃1个月的饭，再帮他安排1个月的相亲，就能一笔勾销，好过让他嫁给他呀。蓝家人又一起看着蓝若若，蓝爷爷欲言又止，最终看了2眼占维后，他老人家没有说话。蓝母总觉得有点怪怪的，好像他的女儿跳进了占维的陷阱里，可又找不出问题所在。占维提出来的补偿方案听起来合情合理呀。还有一件事，占维忽然又说了一句，吓得蓝若若刚放松的神经又紧绷起来，问他还有什么事？这货该不会想反悔吧？你昨晚泼我1杯酒，弄脏了我的西装外套，你得赔我10套新的西装服。蓝若若松口气，连声应着，好，我会赔偿你10套新的西装服，心里却骂占维小心眼。他为什么会冲动泼他1杯酒水，还不是被他气的？这家伙是越来越小心眼儿，以后见了他，还是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，不要被他挑起怒火，又处于下风。鉴于空口无凭，有字为据安全一点。咱俩就这赔偿方案写份协议，1式2份，咱们各吃1份。我怕你明天就反悔不认账。蓝若若噎了噎后答应了。于是蓝若若亲自起草了1份协议，按占维提的要求写出来，让他看过，确定没有问题，便打印了2份协议。占维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占维拿着2份协议看了又看，说道，没有问题了。那咱们就签下协议，从签下协议开始。哦，从明天开始吧。这1个月里，我每天给你安排2场相亲。昨晚的事你也放心，我不会让那些事传出去，毁了咱们的名声。蓝若若也不想让昨晚的事被传出去，因为毁的不仅仅是占维的名声，还有他蓝若若的名声。也不知道昨晚有多少人看到了他调戏占维的画面。行，占维爽快地道，我相信你。于是2个人在蓝家人的见证下签了协议，还按下了手指印。2个人1人1份协议。占维再次看过1遍协议，
然后将协议折叠起来，人跟着起身，歉意地对蓝爷爷等人说道：“蓝爷爷、蓝伯父、伯母，我今天唐突了。”除了蓝老，其他人都站起来准备送客。蓝父说道：“事情能解决，我们也宽心。这件事也怪不得战总，是我们家若若的无心之错。”战维看了蓝若若两眼，说道：“如果他是有心的，今天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蓝伯父、伯母，这些薄礼就当作是我特意造访，打扰你们的赔礼，我不带回去了。临时临急准备的彩礼本就不丰厚，就当作是打扰了蓝家人的赔礼吧。”蓝太太等人坚持要将那些礼品退还，双方还相互推辞了一番。最后那些礼品留下一半，退还一半。送走了战维叔嫂俩后，蓝若若一屁股坐回沙发上，伸手就抱起了摆放在茶几上的水果盘，吃着切好的水果，边吃边说道：“饿死我了！战维那个混蛋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那是喝醉了酒，神志不清才会非礼他。他居然上门来提亲，要我啧啧。”一家人都瞪着他。蓝若若俏皮的吐吐舌头：“我知道错了，你们也别再瞪着我。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再喝醉酒，绝对不会让自己醉了。都是妈呀，妈在我出门前那样叮嘱我，这种事真的不能说，一说就会发生。”蓝太太伸手就戳一下他的头：“你不听妈的话，还怪妈叮嘱你了。昨晚妈就觉得不对劲，才会提醒你少喝点酒，也交代了章程的，结果你没有将妈的放在心里，还真的喝醉了酒。你喝醉了会做什么事？你心里没点数？章程就在你身边，你要调戏不会调戏章程呀，他不够帅吗？”蓝若若继续吃着水果，小声说道：“章程是帅，但跟战维比，还是差了点儿。我可能是见到战维就本能的放弃了章程。”蓝太太又戳一下他的头。蓝东晓说道：“这件事也是战维纵容的。昨晚本来是章程要送若若回来的，毕竟若若是跟着他出门，他是若若的男伴。经过昨晚，很多人也知道我们两家有意结亲，已经将若若和章程看成一对儿。谁知道战维却抢了这活，说不放心章程送若若回家，他送。蓝若若这么说，我非礼他，其实是他故意给我的机会。他就说嘛，怎么是战维送他回来？原来是他不让章程送，他送。”蓝东晓默了默后说道：“不过，确实是你先拦住他的去路，并对他动手动脚的。不管是谁送你回来，结果都是一样。”蓝若若小声嘀咕：“能一样吗？章程是我的男伴，我们俩有意往情侣方向发展，而战维却是我的死对头。我们俩见了面像仇人相见一样，分外眼红。”蓝东晓呵呵两声：“那你还在见到他，就舍弃了章程，扎入他的怀抱，缠住他不放。”蓝若若顿时脸红耳赤，说不出话来。喝醉后的他和清醒的他，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呀。爷爷、大哥，昨晚的事，你们有没有帮我封锁消息？蓝若若问着爷爷。蓝老没好气地说道：“当时看到的人，章程都请求大家别说出去，告诉他们你是喝醉了，你喝醉后会做出什么举动来，在咱们这个圈子里挺多人知道的。大家对于你喝醉后调戏战维反而没有太多的意外，意外的是你居然又醉了，说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见你喝醉过。”蓝若若又好笑又松口气，章程还是给力的，等会儿打电话给他，向他道谢，昨晚的事也要向他说声抱歉才行。若若，章程说你们俩不适合，以后还是当朋友了。蓝东晓忽然说了句。蓝父叹口气：“爸的好女婿被你折腾的没有了。”蓝若若愣了愣，随即理解的哦了一声。经过昨晚的事，章程肯定会怀疑他对战维有企图，不想和他发展成情侣，只愿意做朋友，也怪不得他的。做朋友就做朋友吧，
他也觉得对张成始终差点感觉。你一天给占维安排2场相亲，安排谁去和占维相亲？蓝东晓问妹妹。蓝若若说道，这不容易吗？咱们公司那么多年轻的女职员，我跟他们说一声，保管他们排着队，求我安排他们和占维相亲。占维那家伙还是很抢手的，撇开2个人在生意场上的斗争，他都欣赏占维。他那张脸，那副身材，那赚钱的能力，就是男人抢手货中的抢手货。蓝东晓说道，哥总觉得占维答应得太快，那么好说话不正常，你啊小心点，别又被他坑了，到时候你就浑身是嘴都说不清。蓝若若说道，不过是给他安排相亲，每天请他吃2次饭，他能坑我什么？他说的只需要3菜1汤就行，哪怕天天在羊城大酒店吃最贵的几道招牌菜，吃上1个月，他又能吃我多少钱？蓝若若财大气粗，压根儿不担心会被占维吃穷。蓝老却吩咐着儿子儿媳，你们闲在家里也没有事可做，去管城一趟，打听一下占维的家庭情况。这个年轻人不简单，他在羊城闯出一片天地来，他的家庭情况竟然瞒得紧紧的，没有人清楚他的家庭情况，但看他的堂嫂举手投足间尽显贵气，他们占家可能不一样。姜还是老的辣，蓝老看出海童不简单，猜测占维的家庭估计也不一般。